近几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猖獗，大量受害者倾家荡产，但是案件调查却步履维艰。究其原因是，诈骗集团大部分都集中在境外东南亚一带，尤其是混乱的柬埔寨，而大多诈骗集团的领导层就是在中国犯案的中国人。仅2011年至2019年间，东南亚国家就向中国移交了5000多名诈骗犯罪嫌疑人，其中柬埔寨占据了近1/3。这片贫穷的土地显然已经成为诈骗集团大肆敛财的天堂。柬埔寨集中了大量中国诈骗集团，他们四处谎称境外到处是商机，待遇优越，诱骗或胁迫中国人偷渡出境。然而，许多人出境后才发现从事的是诈骗、赌博、贩毒、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而被许诺的免费包机、专人接送、高薪工作，很可能去了以后就是拘禁、绑架、殴打。电影《巨额来电》中有这样一句话：放着弯腰就能捡钱的生意，谁还会老老实实做买卖？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本世纪初，随着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电信诈骗开始在中国萌芽，很多不法分子开始从事诈骗活动。犯罪分子利用虚假传单和网吧卡等途径诱骗受害者一次又一次汇钱，成本低，利润高，很快形成了一股势力。后来很多不良分子也纷纷加入，将诈骗手法应用到国内。福建、广东等地的诈骗集团层出不穷，并逐渐向内陆发展，诈骗手法也不断翻新。千禧年前后，谎称亲人突发意外，索要手术费。2010年左右，假冒公检法，利用中奖信息行骗。2012年之后，互联网高速发展，进入网络诈骗时代，网络诈骗与网络赌博相互融合。现在每年中国有上万亿人民财产因此损失。为打击犯罪，维护人民财产安全，实施互联网服务实名制制度，严厉查处非法买卖手机卡、金融账户、网络账户等行为。同时不断研发反网络诈骗技术，还推出了一系列国家反诈骗程序和平台，帮助民众发现诈骗、拦截诈骗。同时也通过反诈活动从社区、学校开始，利用每一个机会向民众宣传反诈知识，使得在中国国内的诈骗集团遭受重创，不得向境外转移，而华人移民众多、社会相对混乱的东南亚变成了首选之地。但是随着中国公民出境到东南亚国家越来越便利，部分诈骗人员在东南亚国家逐渐落地生根，并进入犯罪组织的策划层。近年来，大批量出现全链条都由中国大陆公民组织实施的网络诈骗犯罪集团。还记得血奴吗？一宗西港血奴案件刷爆了国内网络，尽管官方声明是当事人李亚明自导自演的骗局，但是他的身份的确是偷渡出境的诈骗公司的工作人员，由此再一次引起了大众对电信诈骗的关注。而东南亚诈骗集中地柬埔寨诈骗集团的暗黑产业链也被曝光在人们眼前。柬埔寨曾历经100年战火，国内14%的人口深陷贫穷的漩涡之中，直到2016年，该国才脱去最不发达国家的帽子，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而且至今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但就是这样一个百孔千疮的国家，却成为了诈骗集团趋之若鹜的地方。要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柬埔寨惨淡的经济状况导致国家政治内部腐败严重，法律制度极度不完善，各地监管也十分松散，为各类犯罪提供了滋长的沃土。所以在这里聚集太多诈骗人员。而西哈努克市是柬埔寨的西部港口城市，简称西港，这里是犯罪最密集的地区。2016年前后，柬埔寨当地政府为了创造政绩、改善民生，对内禁赌，对外则开放赌博产业，而且还给出了降低市场限制、落地签证等优惠条件，一时间引得无数网络赌博和诈骗集团从东南亚其他国家蜂拥而至，其中有大部分是来自于大陆和台湾。短短3年内，
西哈努克市的华人从几千激增到30多万人，其中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的超过10万人。荒芜的土地上陡然耸立起上千座高楼，其中聚集了不计其数打着网投旗号的诈骗公司，他们以此为据点，通过一切社交渠道和网络平台对世界各地的华人甚至欧美国家的人实施诈骗。这些诈骗人员他们分工明确，技术成熟，有专门的话务组、网站技术组、财务组、客服组等业务部门，分别负责筛选目标受害人，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并实施诈骗，维护诈骗网站后台，统计分配诈骗所得，负责团伙警戒等各项任务。这些诈骗集团主要以冒充客服或公检法、网络贷款、刷单诈骗等方式进行诈骗，每个月的流水动辄上亿，高层管理者平均半个月就能赚到1000万人民币。这些为金钱不择手段的诈骗集团肆意挥霍着无辜百姓的钱财，而这些金钱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鲜血。与传统的有组织犯罪中成员主动参与犯罪不同，柬埔寨的跨境电信网络诈骗集团中的底层人员大多是被迫参与到诈骗犯罪中，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出境前是被所谓的高薪诱惑，对索要从右乘坐飞机赶到了广东汕头。18日晚上9点左右，老乡开车将他们带到了潮州海边，随后一起乘船出海游玩。谁知3个小时后，两人被强行扭送到了一艘大船上。袁某意识到不对劲后，拼命想要逃跑，但他们在公海上，四周一片黑暗，除了跳船别无选择。7天的航行中，袁某曾多次试图求救，每次被发现之后都会遭受一顿毒打，久而久之，他们也不敢再反抗。后来两人被送到了一处海港，岸上的店铺全部都是外国文字，他们这才知道自己被贩卖到了国外，没有证件，语言不通，他们只能被迫从事诈骗活动。像他们这样的未成年人在柬埔寨并不鲜见。所以你还觉得熟人可信吗？能骗你的往往就是熟人。而在同样的时间里，贵州有2个人也是被高薪蒙蔽了双眼，通过好友介绍到广西工作，负责监视的持枪人员，新来的底层员工还会被铐上手铐。有些网络诈骗公司为了谋取暴利，自制金融类 App， 通过微信群向外推广，以高收益引诱民众上当，而程序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内一些程序员听说柬埔寨薪资待遇更好，便想到国外赚钱，谁知就此掉入了诈骗局中，每天在监视下无休止的工作，比996还可怕。更过分的是，一旦软件出现 bug， 写错代码的人就会遭到毒打、电击和各种恶意惩罚。曾经有逃脱牢笼的受害者，诈骗、人口贩卖、绑架、故意杀人等罪名也与他们密不可分。柬埔寨当局本想像澳门、拉斯维加斯一样，将西哈努克打造成为东南亚地区的赌城，但是没想到引来的都是华人的产商和诈骗犯。洪森当时想通过黑灰产业拯救经济的做法，无异于与虎谋皮，真的不是一个好方法，把当地的环境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社会治安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2017年开始，柬埔寨境内发生过多起涉及到中国公民的恶性枪杀、绑架、勒索等案件，作案手法极其恶劣，令当地的百姓人心惶惶。柬埔寨中国商会更是公开发声，要求两国政府联手解决网络诈骗和赌博集团肆虐的问题。而今柬埔寨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网投公司的入驻只能带来虚假的繁荣，对国家经济百害而无一利。因而在2019年8月，国家领导人洪森签署了一项禁赌令， 25.6万起。2021年，公安部与东盟各国合作，针对组织招募人员赴境外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活动，共打掉上万个非法出境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万余名，成功打掉境外多个招赌吸毒网络和洗钱等非法资金通道。随着诈骗分子的手段不断更新，中柬政府在反诈事业上也必须拓展新思路，研究新的办法。然而鞭长莫及，
境外诈骗团伙是十分阴险狡诈，想要彻底肃清电信网络诈骗，就不得不面对一些困境。第一，跨境网络犯罪团伙的犯罪持续时间长，往往形成类似于传销组织的若干个层级，厘清不同犯罪主体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显然是一个巨大挑战。第二，犯罪集团内部人员之间多通过网络联系，互相常常不知对方真实身份，甚至也没有见面。有的幕后主犯与高层单线联系，遥控指挥，犯罪所得收益通过复杂的跨国洗钱环节辗转流入主犯手中，从而形成匿名状态，摸清幕后主犯也有巨大困难。第三，在大多数跨境网络犯罪的窝点现场抓捕行动中，往往仅能抓获被压迫的底层从犯，有的主犯因在东南亚地区活动时间长，甚至加入了东南亚国家的国籍，就算被抓也不容易被引渡到中国。除此之外，境外诈骗集团早已形成了跨境人员输送、个人信息买卖、网络技术供应、涉案资金洗钱等4条完整的产业链，要想将各个环节的犯罪分子连根拔起，两国警方要走的路还很漫长。最后一句，这个世界永远都有坏人，而骗子能骗多久是傻子决定的，他也许不是傻，是贪婪。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内容。再会。